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阿俊车剧场，欢迎再次来到本频道全球厂牌拉力锦标赛。今天开始比赛将进入小组赛第2轮的较量，由每个小组首轮的胜者之间和败者之间进行比赛，最后总分最高的2支队伍将进入后续的淘汰赛。今天第一场将会是由 A 组的对决，由种子队美国队福特对阵英裔代表队 F1。先来看下双方的出场选手。F1 这边由7冠王舒马赫和汽车人维斯塔潘带队。他们首轮在底盘被撞得稀碎的情况下，依旧在这条拉力赛道上取得了16支参赛队伍里最高的31分，是目前唯一一支单场上30分的车队。而福特这边派出的是野马 GT 和 RS200。首轮野马 GT 在和马自达双子星的比赛中一人 carry 全场，表现令人印象深刻。不知道今天是否会给2位 F1 车手上强度？4位选手已经暖胎完毕，我很期待新规调整之后，这2部 F1 赛车会不会在这条赛道上变得更快。舒马赫在弯道里压得很慢，回收动能，进入直道后释放电量，立刻超过了 RS200。没想到时隔那么多年，舒马赫不仅火速恢复参赛，还很快就适应了26年新规。野马 GT 已经来到了悬崖跳台，我敲3级跳远吗？这是什么？法拉利这是复刻了迈阿密站最后的撞墙操作吗？ RS200 则是借此机会杀到第3。来看一下回放。RS200 出交汇弯时，车身发生了莫名抖动，被弯道里留一手的舒马赫在直道迅速超越。而在终点前，野马 GT 这个翻滚太帅了吧！动作分我给9.5分，留0.5怕你骄傲。随后的舒马赫试图如法炮制，可惜起跳高度不够而失败。I was so scared that unfortunately we have Halo since 2018。从舒马赫 Team Radio 的消息来看，握法还没完。那么首轮过后 ，F1 代表队暂时以3-7的比分落后福特，这应该也是开赛至今 F1 车队首次处于落后的状态。福特不愧为本届赛事的种子车队，第2回合前3辆车咬得非常紧，这场比赛拿分的重担一下子就落到了维斯塔潘的身上。潘子专打的就是逆风局，2辆 F1 始终保持着稳定的队形。又到了最紧张的悬崖跳坡，哎呦，潘子停了下来，野马 GT 已经杀到，好像是带到了一下潘子，分别拿下2、3名。再看一下后面 ，RS200 冲线拿下第4。来看一下回放，2辆 F1 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互相分享起了底盘技术，可惜潘子差点完大，不过还好被稍后赶到的野马 GT 救了回来，倒车完成了比赛。那么上半场结束后，凭借着舒马赫的强势反弹，2队杀的是难解难分，福特暂时以1分的微弱优势领先。来到第3回合，这次福特拿到优势路，他们选择了2辆车并行，吃满整根赛道。这次并没有给蠢蠢欲动的法拉利任何机会。来到下坡弯，哇哦，2辆 F1 突然加速，直接冲垮了福特的防守。目前 RS200 已经掉到第3，野马 GT 更是 DNF 了。看看这次 F1 能否稳住，跳坡下来顺利拿下前2名，潘子还堵住了 RS 的冲线角度啊！不过还好 RS200 凭借车身重量上的优势，还是强行顶开，而野马 GT 则是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，被迫停在了沙漠路段的尾端。那这样本轮过后 ，F1 已经实现了反超，尤其是舒马赫在第1轮 DNF 的情况下，迅速调整状态，连拿2轮第1，尽显车王本色。看来分火轮 F1 由于更低的底盘，在这个跑道上优势还是不小。看看最后1轮福特能否挽回劣势，目前依旧是舒马赫领先。维斯塔潘下坡出现打滑，野马 GT 直接一个蛮牛冲撞，漂亮，顺势超越，上升到了第2。不过离舒马赫已经有了不小的差距。来到最后一次的跳台，舒马赫再次拿下第1，而野马 GT 好，知道你是真的很能跳了。最后潘子拿下第3。RS200 呢？来看一下舒马赫这次落地没有丝毫拖泥带水，再次展现了对车辆极强的把控。随后依次是维斯塔潘和野马 GT， 让我们重点来找一下 RS200。不好，原来是在起跳前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损失了速度，直接掉入了悬崖。那么这样的话，凭借着舒马赫的优异表现 ，F1 最终是以25-16的比分赢得了今天比赛的胜利。而在 A 组的积分榜上 ，F1 已经锁定一个出线名额，下一场就看日本队马自达能否对36分的福特发起冲击了。而留给保时捷的，应该说仅剩下理论上出现的可能。不过谁又知道明天和希望哪个会先来呢？最后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如果喜欢的话，还请点赞关注。那我们下期比赛再见，拜拜。